晁错说过一句话，后来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判断之一：削之其反急或小，不削其反迟或大。意思是你削藩他们马上就反，但损失可控；你不动手他们攒够实力再反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这句话逻辑完美，后来的历史也完全验证了它。齐国确实反了，3个月就被平定了，祸确实不大。可说出这句话的人比叛军里任何一个诸侯王都死得早。这一期我们不讲他怎么死的，我们先讲一件更重要的事：一个正确的判断为什么保护不了做出判断的人。要理解晁错在说什么，先要理解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局面。汉初的封国体制是刘邦设计的，打完天下之后，他把大片领土分封给刘姓宗室。逻辑很简单，异姓王靠不住，同姓总比外人强。这个判断在他活着的时候大体成立。但刘邦没想过一件事，血缘是会稀释的。第一代诸侯王和皇帝是兄弟、侄子，关系近，利益绑定紧。到了第2代、第3代，诸侯王和皇帝之间隔了几层血脉，名义上是一家人，实际上是2个利益体。封国越来越像独立王国，皇帝对他们的控制越来越弱。到文帝、景帝时期，问题已经很明显了。最大的麻烦是吴国，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，受封已经超过40年。吴国辖东南3郡，地盘不算最大，但有2样东西让他比任何封国都危险：铜山和盐场。刘濞用铜山铸钱，用盐场取利。吴国的铜钱流通天下，吴国的财政不依赖中央拨付，甚至反过来，中央的经济运转离不开吴国的铜。刘濞还免除了吴国百姓的赋税，用国库收入代缴，这意味着吴国百姓只知有吴王，不知有天子。经济独立之外，还有一笔私仇。当年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和吴国太子夏六伯齐，吴太子态度骄纵，景帝年轻气盛，抄起棋盘砸了过去，当场将吴太子打死。文帝没有追究太子，吴王刘濞从此不再入朝觐见，父丧子的仇记了下来，表面恭顺，暗中经营。到景帝即位时，刘濞已经积蓄了40多年，他有钱，有兵，有独立的行政体系，有一笔杀子之仇。这不是会不会反的问题，是什么时候反的问题。看清楚这一点的人不止晁错一个。其实在晁错之前，已经有人开过房子。贾谊，文帝时期最出色的政论家，写过一篇《治安策》，其中专门讲诸侯国的问题。他的建议是重建诸侯而少其力，把大的封国分成小的，父亲死了，儿子们平分土地，不需要正面掀翻，只需要等一代人，大国自然变成一堆小国，威胁自行消解。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温和，他不需要直接得罪诸侯王，不需要给人反叛的理由。坏处是太慢。贾谊写《治安策》的时候，吴王刘濞已经经营了20多年。如果按贾谊的方案走，等刘濞死，等他的儿子分地，等封国自然缩小，至少还要1代人的时间。可刘濞没有老到走不动路的意思，而他的仇恨、他的财力、他的兵力，每一天都在增长。文帝活着的时候，这个问题还能压住。文帝的手段很柔，他不动声色地分了几个诸侯王的地，但力度很小，绝不越过诸侯王的忍耐底线。他在用时间换空间。可文帝死了，景帝上来了。景帝面对的是一个比文帝是更紧迫的局面。吴王已经经营了40年，而景帝本人和吴王之间还有一笔杀子之仇。这意味着吴王刘濞的反叛不仅是结构性的必然，还有丝绸加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贾谊的慢方案已经不够了，景帝需要一把更快的刀。晁错就是那把刀。晁错是景帝的老师，准确地说是景帝做太子时的太子嘉令，后来升任御史大夫，朝中实际上的第2号人物。他和景帝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君臣，而是10几年的师生。景帝信任他，愿意听他说话。晁错很早就在研究封国问题，他看到的东西其实朝中很多人也看到了，藩国尾大不掉，迟早出事。但大多数人的反应是知道有问题，不敢开口，因为一开口就意味着要动手，一动手就意味着得罪所有诸侯王，一得罪就可能引发战争。晁错偏偏是那种开口的人，他上了一道奏书，就是后来的削藩策。核心论点只有一句：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，削之其反急，或小；不削，反迟或大。他的推理链条是这样的：第一，吴国必反，经济独立，军事扩张，政治脱钩，丝绸未消，所有条件都已满足，这不是猜测，是结构性的必然。第二，时间不站在朝廷这边，封国的实力是随时间增长的，今天不动手，10年后面对的是一个更强的敌人。第三，现在动手，中央仍有军事优势，叛乱烈度可控，代价可承受。这个逻辑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正面反驳，反对者说的都是不要激化矛盾，
可以再等等，但没有一个人能回答等到什么时候，等到吴国更强的时候怎么办？晁错的问题不在于判断错误，他的判断是对的，他的问题在于他以为判断正确就足够了，他以为只要逻辑上说得通，皇帝就会一直站在他这一边。景帝采纳了削藩策，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仔细看。一个政策能推行，前提是皇帝点了头。削藩不是晁错一个人的决定，是景帝和晁错共同的决定。没有景帝的批准，削藩策永远只是一份奏书。但从一开始，两个人在这件事上的位置就不一样。景帝是决策者，他可以随时否决、暂停、改变方向，他在棋盘后面。晁错是提案者，他是站出来把话说出口，把方案写成白纸黑字的那个人，他在棋盘前面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削藩成功了，功劳是景帝的英明决断；如果削藩出了乱子，责任首先落在建议皇帝这么干的那个人头上。皇帝用你的策略，不等于皇帝替你扛后果。这两件事之间有一道温差，平时看不见，危机一来，这道温差足以冻死一个人。削藩开始了。公元前154年，朝廷先后削去楚国东海郡、赵国常山郡、胶西国6县，动作很快，力度很大。而最要命的是，吴国这个最大的目标还没动，小国已经先被削了一拳，这就出了问题。晁错说削一反，但一反不等于同时反，如果操作得当，完全可以逐个击破，先集中力量压制最强的吴国，其他小国自然不敢动。或者反过来，先削几个小国试水温，同时做好军事准备，再对付吴国。但实际操作是几个国同时削，把所有人逼到了同一条船上，却没有在军事上做好同时应对的准备。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，节奏是谁在控制？削藩策是晁错写的，但削藩的命令是景帝下的，具体先削哪个国，削多大，削多快，这些执行层面的决定需要皇帝点头。换句话说，节奏失控的责任不全在晁错一个人身上。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当初站出来说必须削的人是晁错，所以当节奏出问题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了他，而不是看向下令的那个人。这就是在棋盘前面的代价，你说了第一句话，后面所有的后果就都挂在了你的名下。刘濞等的就是这个，他已经经营了40年，缺的只是一个理由和一批盟友。晁错的削藩把理由和盟友同时送到了他面前。公元前154年正月，吴王刘濞联合楚、赵、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6国7国同时起兵，打出的旗号是7个字：诛晁错，清君侧。注意这个旗号，他没说推翻景帝，没说反对朝廷，他说的是皇帝是好的，坏的是他身边那个人。我们起兵不是造反，是替皇帝除害。这面旗精准地指向了一个人，同时也给了景帝一个选项：如果你把这个人交出来，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打了。到了这一步，晁错的命运就不再取决于他的判断对不对，而取决于一件事：景帝愿不愿意替他扛住这面旗。我们回到前面说的那道温差，晁错的判断是景帝批准的，可当7国打出诛晁错的旗号时，所有矛头指向晁错，没有人指向景帝。因为皇帝永远可以被蒙蔽、被误导，受了奸臣的蛊惑，而提出建议的大臣不能。他白纸黑字写了奏书，他在朝堂上替皇帝把话说出了口，他的名字在政策前面，皇帝的名字在批文最后一行，那一行永远可以被解读为朕是被建议的。这就是替皇帝开口的结构性风险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皇帝可以认也可以不认，认你的时候你是功臣，不认你的时候你是罪人。而什么时候认，什么时候不认，取决于皇帝当下的需要，不取决于你当初是不是对的。晁错此刻还不知道这件事，他还在为景帝谋划军事部署。据说他甚至建议景帝亲征，自己留守长安。这个建议进一步把反对他的人推到了对立面，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在皇帝出征后掌握后方的权力。他以为自己和景帝仍然站在同一边，他不知道的是，同一边是可以被拆开的。当压力足够大的时候，皇帝只需要一个动作，就可以把身边的人推到对面去。那个推他的人已经站了出来。